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好，来关注一下哦，现在是不是台美的关系越走越远了呢？看到亮哥的讲法，823罢免一定是7-0啊。他说这个民众党的动员哦，一定是会超过726，因为这次民众党还有这个公投票嘛，所以呢，赖清德继续做人失败一意孤行哦，会把民进党的路线搞得那么民粹哦，赖清德是稳死啦。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823，到底会是怎么样？会不会赖清德也是使尽全力呢？不过现在亮哥的预估哦，现在是7-0的状况。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自由时报》就讲说呢，他们观察到啊，中共及其代理人操弄舆论，让赖清德的团结时讲负面声量破了80%哦。那这个图表显示啊，分析显示，团结时讲引发了这个中共进行高度组织化的认知操作战。截至7月2号呢，负面声量已经达到了80%以上。尤其呢，这个是第3场的宪政体制演说，争议最高，达到了87.5%啊。因为我们只有看到4讲嘛，所以他们就讲说，这都是中国大陆正在操控这个负面舆论哦。那中共及其代理人对此系列演讲有计划性的进行舆论操弄和心理战渗透，但这个数据哪里来的呢？我们看第1讲是猛犸人，第2讲是杂纸人，第3讲是万元人，第4讲是表决多数人哦。那我们也去问了一下这个国安单位，请问《自由时报》这一篇说有中共代理人在操弄舆论，会进行调查并且逮捕吗？这个截至目前尚未回应。可大家也就觉得说，那很奇怪啊，那赖清德不抓吗？就是这个事情，难道赖清德能够忍受吗？那更何况呢，就还有第5讲、第6讲、第7讲呢？救灾不能只靠国军啊，屋顶要自己爬呀，还有郭国文的讯号这个比你强啊，就是手机有讯号，这些也都是中共代理人让赖清德讲的吗？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去检讨一下这些？你自己是讲不好才引发那么大的一个负面声浪，你怎么这样子的？这个你自己讲的这个写的稿子都有问题，连绿营内部都质疑，结果你现在这种锅都还照样可以甩过去，你就是这一次因为抗中牌打到极致了才翻车，然后现在好像还没觉醒啊。那再来我们看到了台湾是不是成为了美国的棋子呢？彭博的专栏就讲说，赖清德快要没有牌可以打了，因为他不是川普偏爱的赢家啊。所以这个川普当然在跟他这个交涉当中哦，他其实是很看不看得起你这一件事情。他比方说他心里面比较在意的可能是中国大陆啊、俄罗斯啊，那除此之外，他中间还有分很多等级。那既然彭博社都有专栏这样子讲，那真的是对于台湾是一个警讯哦，就是这个是不是赖清德对于川普来说比较不待见呢？那还有一些迹象已经发现川普好像抛弃台湾了，华友又是另外一个美国媒体，怎么都在依赖？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第一点，他说主动劝阻台湾赖清德出访中南美洲，这个是美国这样子做，这是第一步抛弃台湾。第2步呢，无预警延迟台湾的国防部长就是顾立雄跟五角大厦这边高阶官员的会面，他说这个也是一个警讯。第3呢，就是暂缓对于中国大陆实施新一轮的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对于中国大陆比较这个偏向他，就为了大肥肉给中国大陆这一头啊，反倒是有点抛弃台湾。那这是要换取什么呢？这些措施可能是要促成中美贸易协议的达成，以及实现川习会这个高峰会谈。所以看来台湾真的是这个台美的关税谈起来不太妙。那亮哥甚至还有收到消息说，美方要求台湾要砸3000亿美元哦，大概是新台币9兆元来投资孙正义投资的 AI 园区哦，令台湾高层感到相当大的压力。9兆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啊。那再来这个日韩现在变成台湾的一个参考样板呢，我们到底最后会开讲出来我们是多少趴呢？可能要看看日韩先前跟美国的谈判哦，因为美国已经给台湾据说有一个最优税率哦，但是这个最优税率是还要带条件的啊。你看看日本已经承诺投资5500亿哦，如果美国要求台湾办理的话，我们可能甚至还要再增加一些投资金额吗？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川普现在目前谈出来15%的这个弹书是什么？比方说像日本5500亿美元加上100架波音，然后80亿美元的农产。那韩国的话是投资了3500亿美元，加购1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能源产品。欧盟的话是这个投资6000亿元那可是人口数来说的话，你看日本的话是1.2亿，韩国的话是5000多万，欧盟的话是4.4亿。那我们台湾人口是2300万，也要付这么多钱吗？那如果真的我们也要付，比照这样子办理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损失非常惨？那每一个国民要扛的这个债啊，或者是扛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再来看到了日本很聪明这个亮哥就讲说他把这个谈判时间带进来，先解决短期问题，再用5500亿美元来化解长期危机。因为一个案子呢要开始赚钱大多需要2-3年的时间，而日本认为川普到了2028反正就会下台了嘛，所以先解决这个关税这是日本的一个谈判方式，他们的这个计算。那再来外交圈现在盛传，可能我们最后是落在25%，不是日韩的15%呢？那关键点在哪儿？据传是台积电不让，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嘛，他不是要这个台积电要去救 Intel 嘛，现在台积电好像不是很愿意入股 Intel 做技术分享，因此那不好意思啦，可能最后25%，那这样怎么办？我们对于日韩来说没有优势，又是一笔重创啊！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基本上我们看了赖清德在出席中央灾变中心的时候，那副失神落魄的样子，很多人会看衰赖清德，认为说赖清德在823，他一定是7-0会溃不成军。我支持郭正亮的结论。但是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我对赖清德太了解了。赖清德这个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而且他这个人小肚鸡肠，他的报复心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他在未来的这个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一定卯足全力，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法来打823的这个大罢免战。而他最擅长用的，其实《自由时报》已经给你透露的就是说有很多中共的代理人在台湾做统战散播假消息所以才造成大罢免的溃不成军大家别忘了在726民进党惨败的当天，你记不记得曹兴诚说过类似的话？所以我告诉你，赖清德一定会把曹兴诚再找回去，然后接着重用沈伯洋，然后重启罢团。而他在823他的打法会比前面726以前打得更加的肮脏，尤其是你别忘了台中有个江启臣的这一个罢免战，不但是台中市长的前哨战，因为江启臣背后在辅选他的叫卢秀燕，所以赖清德的认知里面又把他认为是2028的前哨战，所以他非得打赢不可。再加上他在立法院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最恨2个人，一个叫罗福柱，一个叫严清标。这2个人现在都不在立法院了，但他们儿子都在。罗福柱的儿子叫罗明才，严清标的儿子叫严宽恒，都在这7个人里面。所以赖清德未来的3个礼拜的做法不能掉以轻心。我要呼吁蓝白一定要比原来726之前更紧急的备战，千万不能够以为说民进党垮了就得意了，就觉得稳坐钓鱼台了。好，第二个，现在的灾情真的非常的严重。你如果到嘉义到台南，你就发现一片惨况可是一直到了昨天吧，才刚刚成立前进指挥所，你不觉得荒唐到极点吗？而且在救灾过程里面，最重要的经济部长郭志辉就像是一副置身事外边缘人的样子，什么都不管。这样的一个人担任经济部长，
你不觉得赖清德这个内阁已经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信赖？好，最后我要特别提到，为什么外交系统会预测可能台湾最后的关税落点是25？大家记不记得2天前股市突然冒出了一个消息，说最后台湾的关税是22，而且还要负担300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额，结果股市暴跌，后来才慢慢回稳。但是我事后去打探这个消息来源，这个消息来源是来自美国财政部里面的消息。那你要知道哦，财政部得到的结论送到川普那边，川普是会改的。你看看他对付日本的情况有没有？4000亿改为5500亿，在欧洲的情况原来是5000亿改成6000亿。所以如果说今天财政部给的报告是22，而金额是3000亿，那可能到最后川普狮子大开口给台湾批下来的很可能就是25，再加上4000亿，跟韩国一样嘛。现在韩国在忧心忡忡啊，为什么？关税15%，投资额3500亿美元，采购1000亿，但是加了一件事，李在明过几天到美国访问，还要宣布一项大额的对美投资额，多少不知道。所以这种不确定，台湾一样要承受的。可是你认为以赖清德这样的废物，还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好，来请教介老师。当然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就是美国跟台湾的这个贸易协定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样。那可是时间差不多啦，今天7月31号，明年8月1号。那如果8月1号再不宣布的话，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宣布啊。对，美国现在大的东西差不多搞定了嘛，韩国也搞定了。印度昨天川普也发文啦，说印度很不乖。哎，虽然贸易不啥，就是看莫迪不顺眼，当然没这么讲啊，就是不爽，25%。25%。那韩国昨天搞定了，讲得蛮清楚的。15%，然后呢，这个要这个要投资多少钱呢？3500亿，然后要买多少钱？要买1000亿，买美国的这个液化瓦斯，然后能源产品。市场呢，它比日本严苛，川普讲是完全开放贸易市场，完全开放 ，completely，那不就是跟越南对，跟这些跟印尼一样零关税嘛？然后呢，那他这个1000多亿要买什么呢？要买汽车、卡车、农产品，要去买哦。那美国东西进去的话，是韩国要完全敞开大门，这就是韩国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那台湾多少？有人现在说是25%，有人说15%。那亮哥讲15%的话，那我买东西就要多买一点了。所以现在我觉得，赖清德的民调还没有调到底，因为说实话，他最不好的一件事，我觉得就变成就过程中，全台湾大家都五煞煞，你政府在谈所有人有关钱包的事情，全部五煞煞，这违法的，全部黑箱作业，所以他会得到黑箱作业，招致台湾民众对他的高度不满的付出高度的政治代价，这绝对是必然的。好，来问杨老师。我觉得现在很清楚，川普的全球对等关税就是15%起跳。日本、韩国、欧盟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前10大占贸易逆差对美国而言排名前面的国家。中国大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逻辑，因为中美之间是一个竞争对抗的关系，而且未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一定高于15%。因为在川普1加上拜登的时候就已经来到20%，所以不可能往下降。现在台湾呢，我刚刚讲至少是15%，现在大概过去这1-2个礼拜，台湾的谈判的团体就
台湾的谈判代表就是目标15%。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15%你要付出市场开放、投资、采购3大样。市场开放你要开放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而且它冲击到的是半导体，其实我们这个是卖家市场，冲击还小，但未来它可能会变成232专项的一个关税。那农产品、汽车、其他的东西开放，我们未来内部的就业、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赖清德说他已经准备好了930亿美元，930亿台币，对不起。那你要给美国多少投资？日本5500亿，韩国3500亿。那你会说啊，我们台积电已经有1650亿，你搞错了。对川普而言，台积电最多算1000亿，因为那是5年前台积电要投资 Arizona，2022年的时候说要加大投资到400亿，到了去年4月说要加到650亿。所以今年2月份的时候，1650亿是把前面加过来的。对川普而言，这个1000亿才算，1000亿，你觉得要符合韩国的3500亿，我们还要投资多少？我们有这个钱吗？投资的时候能增加台湾在美国的产品的竞争力吗？韩国投资是在它的汽车、能源、造船，我们有在美国的汽车业、能源业、造船业吗？我们只有半导体，半导体已经投资1000，你还再加多少？所以这是个大问题，加上也就是我们的台币升值10%，你要把它加上去啊，别的国家没有。最要讲一点这阵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台湾驻以色列代表处的代表李亚平跑到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屯垦区说，我们要捐一个医疗中心，全球哗然。对，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现在都认为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当然还包含加沙地区，是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所在。而从6日战争1967年之后，他占领整个约旦河西岸其实是非法的。去年2024年4月，国际法院的意见书出来，认为是非法，以色列要撤回。而且国际法院 ICJ 说，任何的国家，所有的国家不得对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提供任何援助或协助。外交部辩解，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他说，国际上是不可以投资跟贸易啦，我们是提供医疗人道的。你错了，你解读错误，你失职，连医疗机构都不可以提供给以色列的屯垦区，因为它是非法占领。如果你真的重视医疗人道，你为什么不去投到加沙走廊去？甚至就是巴勒斯坦的机构。台湾想要透过以色列跟川普表态，全世界只有对以色列这样子。川普能够会喜欢你吗？川普看这个问题，才不会因为你跟以色列拉了关系，他就降低你的关税。你真的是太天真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立刻来聚焦一下这个解放军的歼20，飞越了对马海峡而且并没有被察觉隐身未被监测到。我们看这则报道它其实是讲说，这个歼20以及潜舰补给救援艇西湖号频频进入到日本管辖的对马海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这个是台湾的这个伊电视的相关的报道那其实呢，本来歼20他们航空旅就是瞄准驻韩的美军还有这个驻日的美军嘛，那它其实是算是分属在这一个北部战区，那是为了要防范日本啊、韩国啊，还有日本境内的
美军 F-35的基地。那我们看一下这次的对马海峡是这个东海还有日本海的关键航道，也是美国萨德系统就美日韩他们雷达网高度重叠的区域。但是歼20呢，这次竟然没有被日韩的军方通报，疑似呢是没有被侦测到，所以是不是代表着说，哇，它这个是可以有效的逆踪呢？歼20其实是大陆用来对抗美国 F-35所研发的第5代逆踪战机嘛。那根据中国大陆的说法，目前每年生产大概是120架哦，所以呢，这个歼20预计大概在今年底前可以达成400架的这个服役规模。歼20呢，这个其实第14旅列装了吗？美国的媒体他们报道啊，现在解放军他们采购歼20的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空军的2.5倍到5倍哦。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是等于说拓展速度非常的快。那据估计，大概是2029年之前呢，中国大陆的第5代战机将会毫无悬念突破1000架大关。这一次的曝光，人家讲说，会不会是为着川习会来做铺陈呢？这个在这个见面之前，10月份见面，那现在先来秀一下肌肉吗？也有这样外界的揣测。那另外看看这个川普讲说，8月1号对等关税就要开征啦，所以滴答滴答，全球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了。8月1号是最后期限哦，他在自己的这个 True Social 上面讲说是不会延长的哟。卢特尼克也讲，这个美国将会在期限前完成所有的协商工作。那川普是要求什么？就对手国必须要完全开放市场。那新华社提到了，现在目前中美达成共识哦，是暂停了24%的这个对等关税。那中方反制措施将如期展期这个90天。何立峰说，下一步双方将会继续按照2国元首通话的重要共识呢，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的机制，来不断增进共识，减少误解，增加合作，深化对话的磋商哦，不断争取这种双赢的结果。那王毅其实也是希望说，中美之间可以建立更多的渠道啦。那美国的财长倒是讲说，还有但书哦，如果中国大陆你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的话，我们要课你100%的关税啊。那外交部怎么回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讲说，我们是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做合理的采购啊，关税战你继续这样子啊，就是没有赢家，这是个胁迫施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中方还是继续会坚定的捍卫自己，维护自己的自身主权、安全跟发展利益啊。那再来看到了这个美国的企业倒是很紧张啊，在中美的关税现在好像这个还有很多焦灼的形态之下，他们选择到中国大陆进行访问。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就在讲说现在是试图要安抚企业界，说关税回弹到先前较高的税率哦，实施的天数也不会是世界末日啦，这是有安抚效果嘛？倒是呢，这些美国的一些代表我们看到这个王毅这一番话。中美要建立更多的沟通协商渠道啊，不要搞这种单边的霸权，多做一些有利于2国和世界的大事哦。所以王毅还会晤了苹果啊、高盛啊、波音这些高层，因为他们是很着急的跑到中国大陆去进行访问啦。然后也是告诉他们，我们中方态度很明显啊，就是不搞单边主义，要多渠道来进行沟通哦。那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的民航局长也已经跟这个波音的副总裁会晤了。那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订单，那波音可能暂时松一口气，但是毕竟这个关税还在这个焦灼的态势当中啊，所以现在美国的企业真的是被火烤状况，希望自己能够跟中国大陆谈到比较好的一些这种贸易状态啊，然后能够规避现在美国一直在那边乱的情形。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这个歼20当然是第5代战机了啊！现在中国大陆换装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就可能到这边讲，就是2029年中国大陆会有1000架歼20啊。除了歼20，不要忘记还有歼3、歼35哈，这个都是隐形战机、隐身战机。那隐身战机其实它也有可能被怎么样？被侦测的，因为事实上的话，它是雷达波的时候，它比较，因为它的那个折射的角度比较少。可是问题呢，卫星是还是可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察觉的。可是问题就变成，基本上歼20飞过对马海峡都没有被察觉。这个2个可能，就是歼20的隐身性能太强了，
因为它除了飞机的机体设计外，它还有隐身涂料。这隐身涂料啊，让你这个雷达或者侦测的这种电磁波啊，它可能就侦测不到。也就是说，你不但是地面或者说这种陆基的、海基的雷达可能侦测不到，甚至你的卫星从天上往下看可能也有侦测不到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对马海峡，说实话，这个是军事重地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因为这是日本来讲的话，是很重要一个通路。那这里面过去还有谁会走这里呢？事实上，俄罗斯也要往这里走打冷战的时候，这个地方不要说美国在这边布下天罗地网，不是日本的，美国也是天罗地网在这里而且这个地形来讲的话，要进行所谓的滴水不漏的这种什么防御跟侦测情监侦嘛，对不对？情报监测侦查，事实上一点都不难，因为对马海峡最宽的地方才97公里也就是从英里来讲不到60英里，这最宽的地方窄的地方事实上只有差不多50公里。所以这个你看它附近不但说日本的对马岛在这个地方，然后日本九州在这个地方，这个海峡里面还有很多岛屿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这个情报真的属实，歼20飞过去，居然美国、日本、韩国这一些应该算是高度科技化的兵种都没有察觉的话，这个我们先不要说歼20的性能如何，而是这会造成美国、日本、韩国这一种防卫上的恐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慌。所以呢，打仗说实话我们讲的很多是怎么样，是精神方面的战力。我告诉你，真的时候精神战力很重要，可是武器才是决定性的。你知道西方人写一部历史叫中南美洲史，然后南美洲这么多伟大的帝国，印加帝国什么帝国，你知道他们最后结论是什么？他说就是被西班牙人几支步枪给消灭了。那边用冷兵器，这边用热兵器，几支步枪就把你一个文明就消灭了。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会让整个美国、日本、韩国，我想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军总部大概很多幕僚几天都没办法睡着觉，上面一定说你给我彻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看起来是只是一个飞机没有侦察到，可是呢，我觉得这一对军事角度来看的话，是一个大地震。好，来问杨老师。对，我再补充，歼20这一次来回飞越对马海峡的意涵，而且它飞越的时候，在韩国、在日本这边都离他们的临街区非常接近，等于是贴近的航行过去。领海临街区就是24海里，那都没有被侦测到，这代表两个最主要的意涵。而前一阵子西方的军武的文章，尤其是美国的战争学院，在比较歼20和 F-35这两个非常相似的飞机，那他们说歼20无法比较，两个关键：第一个，你的匿踪程度不如；第二个，你的内部武器舱不够。可是后来有人反过来比较，内部武器舱，也就是说你在整个隐秘式的方式没有外挂那种野兽模式那种外面没有挂武器的时候，你里面内部的武器舱是多少 ？F-35是4枚AIM-120中程空对空飞弹，歼20呢也是4枚霹雳15，霹雳15还记得吗？印巴空战的时候把那个标风飞机给打下来的，然后还再加2枚短程的霹雳10，所以内部武器舱歼20比 F-35多啊。那如果说匿踪的这个效果不如，证明给你看，你美军在这两边都有整个掌控的所有的监视系统所以事实上这个对马海峡它不是针对日本跟韩国事实上是针对美日安保美国的总部跟美韩军事基地当中美国的总部，所以这个表示说在武器上面在第一岛链里面，我光一个歼20我就可以让你这个感觉不到
我飞越你最贴近的区域。还有这个同一个时间那是不是早一点时间有一个就是大陆最新型的叫做潜舰救护舰它没有什么这个武器，但它一直航行就到对马海峡来，那什么意思？就表示在它航行的同时，是不是潜舰已经航行过对马海峡了？那这一个讯息就表示说，我在空中，我在水底下，我其实已经超越你在第一岛链，而你都完全感觉不到。那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谈判现在很可能在这个年内达成一个协议，他们现在再延长3个月，那就是到11月中。可是关税到底会是多少？在川普2上来之前是20%，川普呢一下又加了20%的芬太尼，然后呢又加了34%的对等关税，后来把它降下来，因为川普发现到升到145%的时候，对美国经济冲击太大，所以降下来，现在变成30%。那他们这次同意呢，再把那个已经冻结了3个月的24%再冻结3个月。那问题是芬太尼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还有呢，接下来中国不可能像日本、韩国一样对你投资啦，那因为那个是不对等的。那中国会不会采购？我觉得他会，因为川普时候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都承诺2000亿美元的对美国的采购，后来因为川普自己这个问题，加上他又下台，并没有完成的执行，所以我觉得很可能会是一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强化版，会有一些采购，但是关税会落在多少？30%、35%，我们等着看。好，来文秋老师。这其实是整个中国大陆反介入区域拒止里面的一环。对马海峡正好掐住日本海的咽喉，这一个歼20的动作，其实针对的不是日本或韩国，而是针对着美国的印太司令部。但是美国对于他在韩国的驻军，以及在日本在冲绳的驻军，已经开始往后撤。日本要放弃整个第一岛链的意图，其实越来越明显。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问题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柯伯吉本来要跟顾立雄见面的，但是否决了，流产了。另外，大家别忘了，柯伯吉在前段时间也要求日本跟澳大利亚要表态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这个日本、澳大利亚要愿意用军事介入但是日本、澳大利亚就不肯回应嘛。所以美国想放弃第一岛链的意图非常的清楚，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在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力量，那是越来越强了。大家听到的歼20掐住了对马海峡，对马海峡往上走就是萨哈林岛，就是最近发生俄罗斯大地震那个地方。萨哈林岛跟北海道之间有什么？大家知道吗？有北方四岛，就是泽捉岛等北方四岛，那个是日本跟俄罗斯之间产生冲突的源头。只要有俄罗斯在那个地方，日本就不敢动。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明天，大家仔细听好，明天在上海的，现在在港口停泊的福建舰，明天正式入列。也就是大陆正式进入3个航母的时代，而且在明天，第一艘大陆8万吨的排水量，然后电磁弹射的航母，明天亮相了，而且这个亮相还包含了它的舰载机，比刚才讲的歼20还要厉害的歼35。明天要亮相了，另外还有4代半的歼15T 跟歼15TD，明天都会亮相。这个大家别忘了，在前一段时间福建舰的兄弟山东舰跟辽宁舰正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中间
也就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的地方，他们正会师了。当时已经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了，因为2个航母战斗群一会师，那反介入区域拒止力量更强啦。那美国还有介入的空间吗？日本还有介入的空间吗？好，那现在如果第3个航母战斗群也来了，3个航母战斗群正式成为了反区域、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力量的话，那你想想看，整个两岸的形势差不多要写上句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在这边也要特别跟大家借个几秒钟来说一下，因为今天是我主持大白话的最后一天，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接下来仔仔也会在这个自媒体来继续跟大家见面哦，所以谢谢大家这些年来的支持。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川普哦，他说8月1号呢，这个关税生效呢绝对不会延，将会。这个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因为他现在对于印度非常生气，他在7月30号的时候，7点43分发文，他说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一个大日子，反正8月1号是不会延的。那再过了3分钟之后呢，他又再度用大写的英文来发文，我们都知道大写的英文就代表愤怒的意思嘛。他说这个或者是情绪比较高涨的意思。8月1号是美国伟大的一天，22分钟之后，川普又讲说，各位要记得，印度虽然是我们的友邦哦，但是多年以来呢，印度的贸易往来相对较少，因为他们的关税太高了，所以呢，印度长期从这个俄罗斯采购绝大多数的军备哦，这些都不是好事，因此印度就必须惩罚他们呐，25%的关税，而且要罚款另计哦。然后1分钟之后，他又在这个以大写的英文字母来发文说，我们跟印度的贸易逆差巨大，所以看起来就接二连三的发文，反映出来他对于印度的愤怒哦，都透过他的这个社群平台来说话了。那再来看看，他也就后来哦，在受访的时候改称说。现在目前跟印度哦还在谈判当中。那再来这个牛弹琴哦倒是很妙，他就是解读了一下现在目前美印之间哦是不是闹翻了呀？这个印度万万没想到哦，印度是美国天然的朋友，但是现在竟然被捅了3刀啊！第一刀就是川普老调重弹，一直讲说印巴冲突的制止哦是他的功劳。那再来呢，第2刀啊就是这个美印关税动手哦，川普宣称8月1号开始将会支付这个印度要支付25%的关税外加罚金。那第3刀的话，川普又宣布哦，美国刚跟这个巴基斯坦就是找人家世仇啊，还谈成了协议，说巴基斯坦将会跟美国来共同开发石油的储备哦。所以连印度的反对党都觉得说看不下去，然后这样子怒呛莫迪。我们来听一下。If he has the courage of Indira Gandhi, yes, let him say here, let him say here that Donald Trump, you're a liar. That you did not make a ceasefire and that we did not lose any planes. Let him say it here. If he has the courage. अगर सचमुच में दम है तो आज शाम यहाँ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को कह देना चाहिए डोनाल्ड ट्रंप इज अ लायर, झूठ बोल रहा है डोनाल्ड ट्रंप।对，看到这个莫迪一直战术性喝水哦，但是看起来他的眼神还是很凶啊，看起来也是很不服气哦。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印度人民也是对于过去呢这个印巴冲突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标风被击落，他们也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这个展现出来，我们干脆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战机哦，就叫出来阅兵，让大家数数看。我们来听一下。रफेल गिरने की बात आई, हम नहीं मानते, हमारी फौज भी नहीं मानती, हम नहीं मानते। मेरी गुजारिश है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से कि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साहब डिफेंस मिनिस्टर से राजनाथ सिंह जी से आप 35 रफेल का परेड कराकर सबको पूरे好，所以他们现在就心中也是满是疑惑，可是印度还是没有说，他们觉得说，我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
军事实力，珍珠港战略现在目前有达成了一些目标。他们有3艘军舰组成了这个编队，24号时候高调穿过了南海，然后呢就停到了越南这边，然后计划性访问了这个马来西亚跟菲律宾。那他们说这个印度的行动并不孤立而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珍珠港战略的回应啊。那所以他们说，这个认为他们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受到中国大陆的威胁，所以他们试图通过东向政策，在东南亚地区跟中国大陆展开这个等于说角力啊。那还有呢 ，Google 的卫星已经先曝光大陆的93阅兵有9架先进的无人机现形啊。这 Google 进行了一次这个图库的更新，发现有大量的先进武器系统还包含新一代的装甲然后弹道飞弹系统最大的焦点则是无人机系统。那再来看到了这个解放军还首次披露出来洲际弹道飞弹的画面从南海这边来发射，飞行了11698到12000公里之后，精准命中了南太平洋这边的海域所以印度这个肌肉想要展现给中国大陆看吗？中国大陆恐怕现在这个军事的实力是一个碾压性的领先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印度其实你要跟他交手的话，你很难就是说会喜欢他。我会跟他们交手过蛮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的字典里面没有诚恳跟信任2个字，还有信就是说这个他不诚恳，也没有信用，没有信用，翻脸跟翻书的，前1分钟跟你讲的话，后1分钟他就说没有。所以这个是我想所有跟他们打过交道都会发觉他们有这个问题。那川普这个人说实话，他就是说他喜欢快刀斩乱麻，他也不喜欢跟人家在那边说话不算话的在那里花时间，所以他真的是我觉得他有点讨厌印度，而且他有点讨厌莫迪，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出手这个出了3次嘛，最大一次就怎么讲，就是说你飞机被打下5架了，不要啰嗦了。对，那个时候我就说，我的解读就是说，因为贸易谈判惹毛川普了，川普怎么会手上没有情报呢？对，美国花在情报上的是怎么样？是全世界的天文数字的钱。对，你在哪里打仗，你的飞机打怎么样，他都会知道的，所以他很清楚。那到现在，当然法国也跟着印度一起怎么不吭气，因为法国也没面子。对，所以你看这个印度人，你看他们就是小聪明很厉害。那个反对党议员就说唱反调嘛，他说我也不相信我被打，不过你把35架飞机通通拿出来展示一下。对，这个就是在逼宫了，这就在逼宫了。那印度为什么会让川普用这种方式在他的这个出 social 里面这样子写，对不对？都已经讲了，这个虽然我跟贸易不大，可是我还是给他25%。对。所以呢，印度现在我觉得应该是今年对印度来讲教训是最多的。为什么呢？第一个，他打败仗；第二个，他跟美国所有的这个蜜月期全部结束。你记不记得在拜登的时候，这个莫迪去华府访问，人家白宫给他准备印度菜吃，把他奉为上宾啊。美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拜登的副总统，这个卡马拉，对不对？他妈妈是印度人所以呢，率领的团去印度不得了啊，那是送大礼，而且要把军机的印度这个光辉战斗机的引擎的技术转移给什么？转移给印度。那时候什么答应的太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莫迪来讲，他的落差很大，落差非常大。那另外一方面，他打仗的时候，俄罗斯那时候。印度又要打俄罗斯牌，那印度在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仗的时候，也没有支持俄罗斯，还赚了俄罗斯一大堆钱，所以呢，跟中国又没有搞好，全世界3大强权他通通搞撑了，然后又败给他的中间他的一个强邻，所以今年对这个莫迪来讲是历史跟现实跟他算账的1年。看他能撑多久。好，来问杨老师。川普跟印度的谈判很辛苦。印度人讲话，这个因为谈没谈完，不知道你有没有信用嘛，而且你对美国没有信用吗？
但是呢，他喜欢跟你绕圈圈，然后呢，不跟你直接承诺。但印度说，我不能退我任何的农产品的关税，因为我的农产品、农业人口占我全部印度人14亿人口中40%以上，那这个大概它等于是它的执政基础，而且呢，关税高到有的时候只有甚至到50%还是小的100%、150%，植物油相关的这些东西，他又坚持任何含有基改可能食用到基改的这些饲料，基因改革的饲料所产生的乳制品都不能进口，因为会影响到印度教。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反正就是理由很多。川普发现到，印度去年赚我们458亿美元，这个逆差很高啊，那他又不愿意退让，他当然不可能承诺跟我们买什么东西、投资什么，因为他虽然是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土地跟人口的国家，可是经济状况很不好，因此25%，但我觉得这是吓他。我觉得可能现在印度的目标就是比照越南、菲律宾19%或20%，但是可能吗？印度要开放多少市场你才可能进驻？但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川普的推文里面讲到一点，印度和俄罗斯买武器，以及和中国一样向俄罗斯买能源，所以呢，我要给他 penalty 处罚，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是关税呢？还是罚款呢？不知道。那就好笑了。你川普不是要求俄乌战争本来是讲5个月，现在讲2个礼拜要结束。那如果俄乌战争真的停火停战，那为什么不能可以买俄罗斯的油，或者是武器呢？对，所以这个变成一个矛盾的地方，这都是在吓印度。那到底印度会不会接受？看起来这1-2天不会，因为他们已经说我10月、11月我再来跟你谈。所以可能接下来呢？就会有一段时间，印度的这个商品呢，就会比原来只有10%，现在就会变成25%。那至于所谓谈到印度的这些船舰进入南海，各位不要搞错，船舰进入南海，什么船舰、军舰、商舰进入南海，穿越南海，每天不到几百艘。但是如果你要跑到人家岛屿旁边，甚至进入人家岛屿旁边的领海，这个是美国军舰在搞的所谓航行自由。这是不可以的。那印度那边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我看了今天印度媒体他们也在讲说，你确定要这样磕我吗？这个因为你波音有200-300样的零件是从我印度这边来的所以好像已经开始要跟美国叫板了。我们来问一下邱老师，印度当然很气美国，但是为什么川普那么讨厌莫迪，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我来列举4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本来川普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在8月1号以前，他希望能够摆平日本、欧盟、韩国、印度这几个主要的国家，然后挟着这些国家都已经摆平了声势，逼着中国大陆让步。可是现在印度就是不肯把它国内市场开放啊，而且不肯答应美国不再买俄罗斯的能源跟俄罗斯的武器，所以跟印度就谈僵了嘛，所以让川普整个的策略破局了嘛，以至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只好最后中美的贸易关税谈判草草结束，